大家好。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四啊，各位團友開工未呢？喺度咧先祝大家一馬平川，事事順心，健康平安。今集我就嚟到牛池灣一帶，呢一區嚟緊都會有幾大嘅變化㗎。除咗有牛池灣村公營房屋同埋彩虹村嘅重建項目之外啦，喺我身後面呢，亦都會有一個啦，預料會係東九龍市區最大型嘅私樓重建項目。見到地盤入邊都幾特別㗎，除咗起緊一啲新建築之外啦，仲保留咗3棟2級歷史建築，包括別墅、門樓同埋宿舍 A。其中別墅已經有過百年嘅歷史㗎啦。呢幅鄰近港鐵彩虹站嘅地皮，前身係喺1926年由別墅改建而成嘅聖若瑟安老院。但係其實佢嘅歷史啦，仲可以推前去到1908年。又指曾經涉及革命活動，不過古蹟辦就話未能夠確立。呢啲嘅歷史背景同埋建築啦，我哋就留翻之後項目推出嘅時候再細講。聖若瑟安老院係由法國安貧小姊妹會營運，喺高峰時期啦，呢度就曾經有超過10棟嘅建築物。不過喺上世紀90年代，由於修會冇辦法去負擔大額款項嚟去進行符合安老服務設備條例嘅維修改善工程，於是就喺1996年同發展商九龍建業達成咗換地協議。九建喺2002年取得安老院嘅土地權益之後，隨即進行規劃等嘅程序。不過據悉喺換地同埋補地價洽商嘅過程入邊，一直同政府拉鋸。最終喺2021年先完成超過96億5千萬嘅補地價，係歷嚟本港金額第3大宗、市區第2大宗嘅補地價項目。以重建樓面超過216萬尺嚟去計，位上嚟每尺樓面補價係大概4464蚊。事實上呢一幅地皮嘅重建規模比起觀塘海匯仲要大，將會重建為5棟樓高54層嘅商住大廈，另有8層平台同埋4層地庫，合共提供超過2000個嘅單位。而3棟歷史建築就會原址保留同埋進行活化。發展商就話項目會主打2至3房單位，將會分階段推售。其中第1期同埋第2期已經喺舊年申請預售樓花，涉及361伙同埋410伙。2期預計嘅落成日期就分別喺今年嘅11月底同埋出年嘅6月底。有望最快喺今年第2季推出首批單位。雖然呢一帶個配套都幾成熟㗎，但係向來私樓供應都唔多，新盤亦都缺乏。對上一個全新盤推售已經講緊係10幾年前㗎啦。喺仲未睇到呢一個歷史建築嘅重建項目之前啦，咁我哋就先帶大家去參觀區內一個比較新啲嘅2手屋苑入邊嘅一個設計單位。講緊嘅就係2011年落成入伙，樓齡大約15年嘅俊賢，已經係而家呢一帶最年輕嘅屋苑。呢個設計單位冇點改動過間隔，所以可以順便睇埋屋苑主打戶型嘅開則。俊賢由新地發展，不過佢同我哋啱啱睇嘅嗰啲項目唔同，唔係近住港鐵站一帶，而係位處半山之上，所以附近配套都冇咁多。想買嘢食嘢，屋苑對出有小巴往返彩虹站，當中會途經彩雲商場，係屋苑最近嘅購物點。住戶行大概10分鐘亦都可以嚟得到。不過沿路就要日曬雨淋。彩雲商場分咗2期，鋪頭數量算多，有齊基本嘅食肆、超市、生活用品店同埋鮮活街市等等，連鎖鋪同埋小店都有，足以滿足日常所需。但如果上 shopping 嘅話，暫時都係要搭車去到其他地區先有大型嘅購物商場。住戶除咗可以轉乘港鐵去之外啦，喺彩雲商場地下同埋小巴會到達嘅坪石邨都會有巴士總站或者公共運輸交匯處。俊賢亦都有提供大概300個嘅私家車車位，要住滿723伙嚟去計，平均大概2.2戶爭1個車位，比例算係充足。近期車位嘅成交價就係大概215萬，而月租就要5000幾蚊起。出入未至於好方便，但係俊賢嘅環境就相對取勝啦。5座嘅物業一字排開，背靠飛鵝山，所以後排嘅單位都係望住翠綠山景。至於前排向西嘅單位，景觀亦都開揚，低層望牛池灣公園，而中至高層就俯瞰東九龍市景，並且遠眺到維港海景。環境清幽寧靜，加上私隱度唔低，都吸引到歌手黃婉之2度入市呢一個屋苑啊。
佢同先生喺上個月就以1762萬買入屋苑一個實用面積1164尺嘅高層3房單位，連一個車位，圍上嚟尺價15100幾蚊。其實喺大概16年前，即係喺2010年初，佢都曾經以超過749萬買入呢度一個高層3房單位。不過當時嗰個單位嘅面積就細啲，實用大概743尺。咁睇翻成個屋苑，標準戶主打3房戶型，實用面積由663尺至到1342尺，咁基本上過千尺嘅單位啦，都分佈喺前排噶。標準戶仲有1房、2房同埋4房揀，面積就由實用420尺去到1600幾尺。屋苑都設有連天台、雙連或者複式嘅特色戶，涵蓋2房至到5房戶型，面積就介乎640幾至到3500幾尺不等。我哋今次參觀嘅設計單位咁啱就係晉賢主打嘅戶型，3房套連士多房加工人套房間隔，總面積857尺，咁所以係望山景。屋主一家4口喺呢度已經住咗10幾年，咁隨住大仔結婚搬走咗之後，屋企人就決定嚟個大裝修，換個新面貌、新感覺之餘啦，又可以重新規劃房間嘅用途，咁住多10幾年都冇問題啊！咁見到單位嘅開則都幾四正，咁所以新設計基本上都大致保留翻原裝間隔，咁只係喺細節上做翻啲修飾，令到單位更加實用，而觀感上亦都可以再闊落啲。其實咧，呢一個單位咧係屬於比較窄長型，咁我哋嘅窗戶咧就會變咗喺嗰邊，採光喺呢邊啦，咁所以我哋喺後面咧變咗咧就會暗啲。咁最初嘅設計咧入到去咧都好似比較暗沉啲。一開始咧戶主咧佢就係用一啲簡單嘅層板去擺啦，咁或者用一啲開放式嘅一啲嘅架，香港人咧亦都好中意好多嘢咁樣，咁變咗咧就周圍都會擺咗呢啲嘅物品，咁感覺咧其實都會比較凌亂。一入到嚟咧就會係一個橫廳嘅格局啦，咁見到都闊落㗎，而且樓底啦望落都幾高下啦，有接近10尺，咁所以空間感啦都係幾充足。雖然見到兩廳佈局都好分明啦，咁但係其實喺家私擺位上面咧都要諗過度過㗎。咁譬如好似一般嘅擺法啦，就會將嗰張飯台啦放喺呢一個嘅位置，咁但係就會咧正門對住啦，同埋影響到咧廚房出入嗰個動線。咁所以其實新設計喺家私擺位上面同舊陣時係冇太大分別㗎，咁都係入嚟嘅時候會有玄關櫃、彈琴嘅位置，咁飯廳就安排咗喺兩廳嘅中間對住入房嘅走廊，而客廳就喺近窗嘅一邊。不過因為設計師都將大部分置物嘅空間由原先嘅層板或者置物架等等，咁改為一個個唔同設計嘅大櫃，咁物品被妥善收納同埋隱藏之後啦，大廳自然望落都冇咁凌亂，空間亦都闊落啲。咁但係個個櫃都做到上頂，唔會令到原本已經窄長嘅大廳感覺更加逼傑咩？咁我哋喺呢個櫃嘅特色裏邊咧，其實我哋加插咗好多弧形嘅設計啦。咁你會見到好多嘅曲線啦喺裏邊，佢亦都係上下咧會有啲不規則嘅，有啲係長啲嘅櫃，有啲係短啲嘅櫃，咁令到咧嗰個空間感會增加，亦都咧冇咁大嘅壓迫感嘅。中間位置係飯廳嘅區域，咁但係好特別啊！咁設計師冇就咁放張飯台同埋凳喺度，而係喺靠牆嘅位置做咗固定嘅卡座設計。Sandy 啊，呢度咧都已經有張 sofa 啦，點解仲喺度做多張卡座嘅？喺呢個窄牆嘅設計咧，我哋亦都係配合翻呢一個比較修身嘅一個貼牆嘅位置，令到咧整個空間感咧會擴大。一般咧，如果我哋擺一啲嘅飯台啊嘅話咧，再配一啲凳咧，可能好似好壓榨咁。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咧比較特別嘅設計嘅卡座啦。裏邊咧亦都配一啲嘅軟墊，坐起嚟咧係好舒服嘅。咁同埋有時有啲朋友嚟啊，咁我哋就可以增加呢啲嘅座位。我見到下邊仲可以用嚟收納下添。係啊，冇錯啊。咁其實係非常之有功能性啦。咁而家就仲未有張飯台喺度啦。咁之後如果咧想要多啲走動空間嘅話咧，都可以將張飯台咧向住呢一個卡座咧褪入去嘅。咁甚至可以成張飯台收埋嚟去增加廳區嘅靈活度。
呢個單位咧最靚嘅一定係出邊嘅呢一個山景啦，非常之近距離啊！我見到你哋喺呢度咧都做咗一個咁樣嘅弧形嘅框啦，咁但係點解唔成幅牆身都做晒嘅？今次呢個單位嘅設計咧，我係非常之中意咧呢一個好美麗嘅山景啊！咁呢度嘅望落去啦，非常之舒服啦。我哋之前咧嗰個嘅窗咧都係一啲比較深色嘅框，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將大自然呢個咁靚嘅景色咧可以融入喺呢個家裏邊，咁所以我哋就特別設計咗呢個拱形嘅 frame， 好似一個畫框咁。咁另外呢度係窗台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只係做呢一邊，同埋咧靠近咗呢個 sofa 啦，咁所以咧當住戶咧去坐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可以咧喺呢一度。就喺呢一個位置可以望到呢一個美麗嘅畫框，感覺咧非常之舒服啦，同埋放鬆嘅。屋主佢哋對單位用色冇咩特別要求，咁所以為咗配合窗外景色 ，Sandy 都揀咗用簡約嘅白色同埋淺木色為主色調，再配搭一啲湖藍綠色等等，你可以延續自然氣息之外，亦都可以減低廳區有大量櫃體嘅厚重感。不過我覺得淺色調最大嘅效用就係令到單位望落更加明亮。呢一點正好就解決到 Sandy 開頭所講廳區離窗越遠越見昏暗嘅問題。加埋啲燈光效果啦，就算而家身處喺大門嘅一邊，都唔會覺得唔夠光啊。Sandy 又見到呢個成個單位啦，都用咗好多弧形線條啦，咁包括咧喺天花呢一個位置啊，係咪都修飾咗啲嘢啊？係啊，我哋呢個單位咧，其實同好多香港嘅一個設計一樣啦，好多時咧都會有啲橫陣，咁但係嗰個方形感咧就好似好大嘅壓迫感咁樣，咁所以我哋嘅設計咧都希望可以修飾翻，用翻呢個弧形就可以將嗰個線條柔和翻，同埋減少個壓迫感。另外咧都可以互相對應翻嗰個畫框啦，亦都配襯翻咧我哋整體嘅呢一啲嘅櫃，亦都會係有一啲嘅圓嘅曲線同埋弧形嘅效果。哇！呢度完全係我夢寐以求嘅廚房，因為非常之大啦。咁喺出邊嘅時候都冇諗到個廚房係可以咁大嘅，見到佢可以做到兩邊 L 型嘅工作台面啦。咁所以見到佢都可以擺到咧唔少嘅家電喺度㗎。不過見到呢度嘅用色咧，同出邊係會有啲唔同嘅，咁就以深色為主啦。咁始終呢一個空間咧都係一個功能性嘅空間啊，咁會用得比較多啦。深色咧就會望落就冇咁容易污糟啦，亦都係可以耐用啲嘅。咁加上本身呢度咧就會有一隻窗啦，咁見到其實光線都係好充足㗎，咁所以就算用到咁深色啦，都唔會話覺得好暗沉。浴室同樣屬於功能性空間，但係見到喺客廁黑色變成咗點綴色。始終浴室空間比較細，而且氣窗嘅 size 亦都唔會話好大。為咗唔好咁單調 ，Sandy 都加入翻啲木元素啊。但係見到呢度會比起廳區深色啲，嚟分間翻出唔同嘅區域。喺呢條走廊上邊係分佈咗4間房㗎，其中士多房喺客廁嘅旁邊近廳嘅位置。間房唔係好大，屋主之前已經用嚟做儲物房加衣帽間。喺用途上邊啦，新設計其實就冇點變到㗎，但係而家嘅感覺就會更加歸一。本身咧戶主嗰個衣帽間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簡單嘅一條通嘅設計啦。咁亦都有一個衣櫃，咁就唔係去到頂，咁變咗咧就好多嗰啲嘅篋啊咁啊擺晒喺上面，咁變咗咧個感覺可能咧就即係唔係好一致啦。咁而家我哋就升高咗嗰個地台啦，咁增加儲物空間啦。另外咧所有嘅衣櫃咧亦都係可以隱藏式嘅，咁亦都做咗個鏡門啦。咁同埋咧有一啲靚嘅衫可以展示，咁變咗咧嗰個整體嘅感覺咧就唔會咁亂啦，咁同埋一致翻個風格。客廁同儲物房對面會係平排2間細房，由於大仔已經搬走，所以佢哋將近廳嗰間轉為書房。其實佢哋都有預留到一張隱藏式嘅翻床喺度，當大仔翻嚟嘅時候啦，都有空間休息或者留宿。間房嘅設計非常簡潔，令到窗外綠油油嘅山景非常之突出。但係 Sandy 都有喺牆身油上咗帶有紋理嘅油漆，令到空間低調感多翻啲質感啊！新油，你見到出邊客廳咧都係用長布為主啦，入到嚟睡房啦就會用翻啲油漆嘅。其實有冇話有啲咩考慮咧？因為始終間房咧個空間比起廳更加細啦，同埋都會成日可能喐動噶嘛，唔驚會刮花咩？
今次我哋咧用咗呢一隻加拿大嘅漆啦，咁你觸摸嘅時候咧，都會感覺到佢好似有一個膜咁樣嘅。佢喺有兩隻底漆啦，同埋一隻面漆，咁所以佢喺耐用性裏邊咧都會係更加可以用得耐啲。因為喺香港咧呢一個嘅天氣咧都比較潮濕啦，咁同埋呢一個環境，咁所以我哋都要揀一隻咧係比較耐用嘅物料。佢咧都會係防水啦，咁所以一般家居嘅清潔咧其實亦都係好容易打理嘅。嗱，不過呢一款設計就冇延續去到隔離嘅細仔房。呢度鋪翻同樣比較耐用嘅牆布，並且以淺藍色為主調，再配搭木元素，帶翻啲個人特色之外啦，亦都可以貫穿全屋風格。嗱，見到而家呢一間房咧，就可以擺到衣櫃啦，又做到書台，咁擺埋單人床之後，其實中間都仲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㗎。咁但係其實咧，佢係偷咗隔離少少嘅位置咧嚟去放呢一個衣櫃，咁仲將個門咧就轉咗做趟門，咁先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本身咧就唔夠位掛衫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增大咗嗰個衣櫃啦，咁同埋原本嗰個設計咧，亦都未必有太多儲物嘅空間。之前咧佢嘅好多嘅 figure 咧，可能都擺喺個盒裏邊啊，冇位展示出嚟啊。咁而家咧就有一啲嘅玻璃展示櫃，咁可以展示翻咧佢心目中喜歡嘅一啲嘅 figure 公仔啦。最後我哋睇埋喺走廊盡頭嘅主人套房啦。嗱，呢度嘅設計會同仔仔房類似，係用色上會沉穩啲。因為喺出邊咧就已經有個衣帽間啦，咁所以喺主人套房呢度咧就唔需要再做一大組嘅衣櫃，咁變相就可以騰空啲位置啦，做到張幾長嘅梳妝台啦。嗱，不過佢哋都有再做升高地台啊，嚟去進一步增加房間嘅收納量。咁至於套廁方面，設計同埋佈局都同客廁相同，咁我就唔講太多啦。嚟到呢一度，單位都已經參觀完啦。今次總共用咗大概110萬，咁當中花費最多嘅係木工同埋家具項目。的確見到唔少訂做家私㗎，咁呢部分就佔咗大概50萬。咁進然就係以3房為主打㗎，咁見到最近90日嘅成交都係以呢一個戶型為主，咁平均成交尺價咧就係12000幾蚊。咁參考我哋28 House 屋苑而家有大概20幾個嘅放盤，咁3房就佔咗大約15間啊，咁叫價就由980萬至到4200幾萬不等。咁至於租賃成交就唔活躍，咁而家屋苑租盤呢亦都係10隻手指數得晒㗎。咁當中3房就佔咗大約5間，咁叫租由26500蚊起。大家睇完呢一集之後，對於啱啱嗰個設計單位，以至係牛池灣一帶嚟緊嘅發展，有咩睇法呢？都喺下邊留言話俾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